车子本来就没以前好卖，还遇上日本政坛有人说出惹人争议的话。一位日系车销售苦笑着说出这句话时，眼神里透着无奈和焦虑。最近，日本政坛围绕涉台议题出现了一些引发争议的表态，因为触及敏感领域，迅速在国内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，也让中日关系的氛围变得微妙紧张。商业环境从来都不可能脱离政治情绪，尤其是在汽车这样与消费者感受高度相关的行业里，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。这一次，本就处于下行周期的日系车更是成了最直接的承压者。事件发生后，中方多个部门发布了安全提醒与风险提示，市场端和舆论端迅速出现连锁反应。日本资本市场也因为不确定性增加，出现短期波动，多家与旅游、零售相关的企业股价回调。这些经济信号表明，跨国企业对地缘关系的敏感度正在不断提高。而在消费者层面，情绪往往比数字变化得更快。许多本就对日系车观望的消费者，在情绪起伏之时，更加坚定地转向国产品牌。这种变化是日系车最难承受的。事实上，即便没有这次舆论事件，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整体下滑已经持续多年。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强势崛起，让过去几十年牢牢属于日系车的燃油车时代逐渐退场。乘联会数据显示，2020年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超过 24%。但2023年已跌至 17%，2025年更是低于 15%。这不是某一家车企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体系与时代脱节后的自然结果。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让过去那些被视为稳固的优势不再稳固，让日系车在中国的地位悄然松动。在三大日系品牌中，丰田算是最稳定的一个。2025年前10个月，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保持了小幅增长。BZ3X 等车型偶尔有不错的表现，但总体仍然属于谨慎推进。日产凭借更早的电动化动作开始看到效果，尤其是 N7 这款车成为其扭转局势的重要力量，单月销量超过6000辆，在日系车中算是少有的亮点。本田则处境最为艰难，2025年在中国销量显著下滑，两大合资体系的整体表现均承压，新能源产品线尚未形成足够的支撑，技术路线和市场吸引力都显得力不从心。有人调侃说，丰田靠基本盘，日产靠电动车，那么本田靠什么？靠情怀显然撑不住一个正在全面走向新能源的时代。技术上的落后是日系车真正难以逆转的问题。过去省油、耐用、保值的三大优势，在新能源时代几乎全部被重置。国产新能源车比油车还省钱，智能驾驶、座舱体验成为刚需，而这些恰恰是日系车整体上反应最慢的部分。电池技术的差距让竞争难以在同一条跑道进行，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不愿再为传统标签买单。丰田的 BZ 系列虽努力追赶，但在性价比与本土品牌相比仍显吃力。日产 N7 的亮眼难以带动整体，本田的 S7、P7 则暴露出其电动化体系尚未成熟，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来得太晚。而新能源比赛恰恰是慢一步就可能永远追不上的行业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舆论风波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，但却像是加速剂，它没有改变方向，只是让趋势更快发生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情绪变化确实会影响到日系车销量。2012年的相关事件也曾让日系车在华市场短期受压。今天的传播环境远比10年前更加迅速，社交媒体让情绪扩散速度成倍提高。但这一次与10多年前不同的是，中国汽车产业本身已经具备强大的自主能力。不是消费者因为情绪不买日系车，而是即使没有情绪干扰，很多人也已经不再把日系车视为必选项。这几年，中国品牌在技术、智能化和新能源体系上建立了全球领先的优势，不仅在国内市场全面超越日系，甚至在海外也开始对日系传统强势区域形成压力。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与当年的手机、电视、家电产业类似的趋势。当全球产业周期切换，中国制造凭借供应链、规模与技术，正在占据新能源时代的话语权，而日本企业在这一周期里显得反应偏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日本企业本身也越来越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。调查显示，超过40%日本企业对可能出现的地缘风险表示忧虑，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，经济联系深度极高，一旦出现波动，商业层面的冲击远不止销量下降那么简单。可以说，这场风波带来的影响不仅是销量层面，而是信任层面的逐渐松动，是时代切换中日系车难以避免的结构性下行。消费者不再依赖日系车，而舆论事件只是让这种变化更加清晰。
曾经在中国市场遥遥领先的日本品牌，如今正处在持续的寒冬期，而这个寒冬不会因为短期的解释或表态而立即结束。